来了一批契丹武士，我们一举将其19人全部歼灭。欣喜之余，我们也疑惑，这契丹人怎么个个如此不堪一击呢？难道是讯息有假，或者是契丹人有意设的诱人之计，诱我们上当？我们正在想，是不是要继续埋伏下去？没想到。 大哥杀了吧！事后发生的一切，更是难以预料，匪夷所思啊！他擒住了我们的带头大哥和汪帮主，将其余人等杀得一干二净。按理应该是愤而精进的，可没想到，这辽人用一短刀在石壁上刻了许多契丹文。 他居然跳崖自尽了，更没想到的是，他还抛上了一个孩子。哎，那孩子不是死了吗？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，后来才明白，原来那辽人的夫人被打死以后，孩子摔在地上，只是闭住了气，并未死去。那辽人悲痛之余，以为妻儿俱丧，于是抱着2具尸体跳崖自尽了。那孩子一经震荡，醒了过来。 顿时啼哭出声，那辽人不忍心他的孩子随他一起葬身于谷底，就将那孩子抛了上来，刚巧就抛在了汪帮主的怀中，使这孩子不至于受伤。如此机智，如此的武功，着实令人生畏啊！我眼见众兄弟惨死，本想将这孩子扔在荒野，任其自生自灭，可是那孩子偏偏嚎啕大哭。 我看那小脸涨得通红，2只又黑又亮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我，我一时心软，下不了这个毒手啊！那辽人杀我汉族同胞不计其数，又何曾对婴儿妇女心软？他们杀得，我们为什么杀不得？对呀，对呀，为什么杀不得？我们为什么杀不得？对呀，不假，为什么我们不假？那后来呢？我又担心契丹的后援会及时赶到。 我抱着那个婴儿，回到了雁门关。那带头大哥和汪帮主记挂着契丹武士要偷袭少林寺的事情，立马就赶回了雁门关，去查看了。此番查看，发现殉难兄弟的尸骸只有17具，少了1具。心想，定是混战之中掉入了乱尸谷中。再看那辽人刻在石壁上的契丹文字。 想必是定有深意啊！于是我等便将刻字拓印下来，找人译成了汉文。看过之后，甚为吃惊。若刻字所言属实，
那我等此番所为便是大错特错。想要证明这辽人所说是否属实，就要看后续是否还有契丹武士前往少林夺取秘籍。我们3人星夜兼程赶回了少林寺，看到很多英雄已经赶到了，事关千千万万百姓的生死，大家都要出一份力嘛。可是从9月重阳一直到腊月，并无半点警讯呐。难道讯息有误？我们去找那报讯的人，想问个详细，可是再也找不到他了。我们这才料定讯息是假的，原来众人是被人愚弄了呀。这么说来，这雁门关外一战，大家岂不是死得冤枉了？正是啊，好在没过多久，契丹铁骑入侵，我们就不再纠结此事了。但是之后该如何处置那个孩子，非常棘手，因为我们已经伤了他的父母，自然不能再去伤害那个孩子了呀。可是要把他继续抚养长大，我们又担心会养虎为患呐。我们商议再三，最后由带头大哥拿出些银子，寄养在少室山下的一户农家，让农家自认是这孩子的父母。孩子长大以后，也绝技不能让他知道领养之事。那农家本来就没有子嗣，欢欢喜喜地答应了。他们哪里知道，那孩子是契丹的骨血呀！智光大师，那少室山下的农人，他姓什么？那农人叫乔三槐。胡说八道！插入帮主！我堂堂一个汉人，阿弥陀佛！乃少室山下乔峰。乔三槐是我亲爹！乔帮主，不可呀！乔帮主，有话好说呀！我单家与你无冤无仇，你放过我孩儿！乔帮主，智光大师江湖上人人敬仰，你不能够伤害他。你们要除去我这帮主之位，又何必编造这些言语出来诬陷于我？我乔峰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们要如此逼我？乔帮主，汉人和契丹人都是人生父母养的，并没有什么不同。但明明是契丹人，为何说是汉人？你连自己的亲生父母都不敢认，还妄称什么英雄好汉？你说谁是契丹人？你是不是契丹人我不知道。雁门关那一战，那人的身材和容貌，就算再过100年我也不会忘。恰巧的是，那人的身材和容貌和乔峰你一模一样。便是那日少了的那具尸首，因为惧怕辽人汉子，我行转之后便偷偷的溜走。我赵钱孙行尸走肉，这世上
除了小娟一人，我再无牵挂。你做不做丐帮帮主，关我什么事啊？我为什么要陷害你？我只承认我曾经杀害过你的父母，对我有什么好处？之后的事情，你自己都知道了。你7岁那年，再过来，休怪我手下无情。叫我一声大哥，以后跟着我们，吃香的，喝辣的。住口！乔峰即便是摔死，也不跟你们一起做坏事。你要真的跳一个，我才信呢。你们别看好吧。你跳啊！20年后，又是一条好汉。少林的一位僧人把你给救了，之后，他每天传授你武功，是也不是啊？恩师在上，受徒儿一拜。如何得知？其实，那位少林僧人是受了带头大哥的重托，让他把你抚养长大，使你不至于走入歧途。为此，我们3个人有过争执。我主张让你平平稳稳地过农家的日子。可是带头大哥说，我们已经伤害了你的父母，一定要把你培养成为英雄。雁门关外石壁上的遗文，至今未泯，将来你自己去看吧。你到了16岁的时候，汪帮主正式收你为徒。你叫乔峰，是。为何习武？行侠仗义。如何作为？侠之大者，为国为民。玄苦大师果然独具慧眼。好，今天你就成为我丐帮的弟子，是我汪剑通的徒弟。之后许多机缘巧合，你天资卓越，奋力上进，固然是非常人之所能及。但倘若不是带头大哥和汪帮主处处提携，也并非那么容易吧。若大师所言不假，那汪帮主并非是我的救命恩人，而是我的杀父仇人。当初暗中助我的英雄，也并非有心要助我，是内疚于心，设法赎罪而已。汪帮主起初对你也是十分提防的，后来见你学武进京甚快，而且为人豪侠仗义，待人仁厚，便渐渐的真心喜欢上了你。之后，你立功愈多，威名愈大，整个丐帮尽皆归心。这之后的帮主之位也非你莫属。可是汪帮主依然拿不定主意，他给你出了3道难题，你都一一解决了，又令你立下7大功，最后临终之时
才授予你打狗棒，正式立你为丐帮帮主。丐帮数百年来，从来没有第二位的帮主之位如你这般来的艰难呢。你接任丐帮帮主以来，江湖上道你是行侠仗义、处事公允，把丐帮整顿得好生兴旺，又数度破坏了契丹的奸谋。我们只道是之前的顾虑纯属多余。本想这件事情以后永远不再提起了，不知何人今日又把它抖了出来。多谢智光大师回述旧事，使大伙有如身临其境。这封信乃是那位带头大哥写给汪帮主的，信中极力劝阻汪帮主不可将帮主大位传于乔帮主。乔帮主，你不妨自己过目吧。我看看，是真是假。你干什么？现在你既已知道了自己的身世，想必是要报你父母之仇的。现如今，汪帮主已然逝世，而带头大哥的名字，老衲又不愿意告诉你。老衲曾经参与伏击令尊令堂，一切罪孽，老衲愿只身承担。你要杀要剐，动手便是。